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是差评君的陈凯希。那么在正式开启这场直播之前呢，让我们先一起看一个 MV。I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I must follow you. Ever since you touched my head, I know. Must be, and nothing can keep you from me. You are my destiny.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And where you go, I follow, I follow, I follow. You'll always b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From now until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And where you go, I follow. I follow, you always b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From now until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I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they can't keep me away from my love. Keep me away from my love. And where you go, I follow. 好，刚刚大家看到的呢，就是骁龙今年520推出的这个主题 MV 啊。其实呢，想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未来的 AI 呢，不会再是冷冰冰的工具，它是能够真正懂你、陪你、守护你的存在啊。就像我们520在外滩做的这个万朵玫瑰的表白墙啊 ，AI 的时代呢，科技更像是一个贴心的陪伴者，和你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正好是骁友会5周年，我在现场呢和几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 AI 啊，就聊一件事儿。就是这个 AI，它到底怎么样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它在未来，会怎么样的变化？接下来有请我们嘉宾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先。Hello， 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小慧。今天我来这儿主要是做一个野生的 AI 甲方，另外要做一个爱说实话的 AI 体验官。欢迎小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我属于那种养虾已经花了几千块钱的商业财经博主。欢迎小令。Hello， 我是高通公司 AI 产品技术中国区负责人万卫星。欢迎卫星。好，那么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啊，就是说今天在座的这几位嘉宾，虽然好像行业不同，但是呢或多或少都跟 AI 有一些交集。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那如果说这个2025年是大模型爆发的元年，那么今年2026年的话是有望成为 Agent 进一步落地和普及的这么重要的一年啊。某大厂呢刚刚发布了这个13页的 Agent 新政白皮书啊，整个科技圈都是在怎么说 All in Agent， 有 Agent 的耳机、手机，然后汽车，几乎所有的这些智能硬件设备呢都在争取加上所谓的 Agent 能力。对，你说到汽车，我挺有感触的。前段时间我刚去那个北京车展，我发现今年很多车厂都在宣传这个车搭载了 Agent， 都在宣传这个功能。对，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 Agent， 就是财经领域其实也非常明显，包括我们看就是最近这一年。大半年吧，这个科技的股票涨得都非常好，包括我看高通，其实对，就是能看到大厂其实都在 all in 布局这个 agent。说到这儿，我其实挺想替观众问一下，大家整天听说啊 agent 智能体，卫星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帮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 agent 到底是什么？对，可以，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可以稍微通俗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所谓的 agent 就是说，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帮你做任务的编排、拆解，然后呢调用工具帮你完成一系列的一些任务。那跟传统的你必须得下一句明确的命令，它才能帮你做事，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跟传统的 AI 相比传统 AI 你问他答，它其实现在更像一个你身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助理。比如说现在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各种龙虾呀、爱马仕呀，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 agent。今年其实我们认为 agent 是一个全面走向大众视野、真正爆发的一年。那我们的 CEO 阿明先生也提过2026年出一个真正的 agent 之年这个基本在行业内大家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趋势。我觉得魏鑫刚刚点出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agent 它不仅就不像以前就是指你问他答，它现在它有一个很关键的能力是能执行，这才是把 AI 好用这件事变得更加实在的。其实早2年 AI 助手刚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这种感觉就是你对聊天框憋半天，然后你问一句。你都能干啥，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 AI 可以帮我们去做知识库的管理或者简单一点接地气的 P 图，生成视频，或者是帮程序员去写代码反正总之就是实用多了。不过呢，这个新技术的发展总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嘛。现在的 AI 肯定它不是完美的。那么咱们先来聊一聊各自，咱们各自用下来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吧，好的不好的都可以说。小慧先来。我先来吧，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基层嘛，我就是别人的 agent。别人的 agent。对，所以我有一些基础的工作也会找 AI 来帮个忙。就比如说有时候客户会急找我要一些材料，我会让 AI 先给我搞一个初稿出来。对。但是应该很多人跟我都有这种体会，他有时候做出来那个材料准确度不是很够。就比如前段时间，我想让他帮我写一个文档，就对比一下我跟竞品。他应该是为了让我的产品显得更厉害，他开始给我编一些我根本没有的配置，就比如说，幻觉，对，事实了。对，就比如说我的那个产品只有2个激光雷达吧，然后他就在配置表里给我写我有8个或者有10个，为了让你显得更厉害，显得更厉害啊。然后还有一个我看完都很懵，他说我某个零件达到了什么航空级，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就给我发一个链接，我仔细看了一遍那个文章，发现文章里出现了我的产品跟航空级这2个词，但并不在同一个内容里面，中间隔了10万8千里。对，他给他捏一起了，对，这个我还挺害怕的。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非常致命的。如果不像你这样比较有责任心去再做一遍事实核查的话，你把这个东西发出去了，或者说是交给甲方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还挺危险的。对，或者说我想了解一个我完全不懂的领域，那他给我一些错误的信息，对我来说等于白学，不如不学。如果你没有事实核查能力的话，确实。对。那我现在最近还有一个癖好吧，就是感觉有趣了。对，因为我挺爱跟 AI 吵架的，最近，也不能算吵架，因为他的回应还是很贴心的，只是我单方面的输出一些我的情绪。对，因为你发现你反问他，或者说你追问他，他会给你呈现出不一样的那种人格状态。很奇妙。因为前段时间我本来是想开一下12306上面一些发票，我要报销，对，很实用的一个。对，因为那个车票前几个月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开出来，我就去问 AI， 我说怎么开这些发票。他一开始第一步先给了我2、3个办法，我就按这2、3个办法去操作，发现开不出来。然后我就追问他，我说这不行啊，这2个办法完全没有用。然后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在为你想一些新的办法，非常积极。认错态度很好。对，而且有方案，他又给了我2个办法，我发现还是不行。然后我有点恼火了，我就自己上网去搜，我发现人家只能开30天以内的车票的发票，你就再远就开不出来了。我就很生气，我就质问他，我说明开不出来发票，你还给我这么多办法让我开，他又开始道歉，什么意思？有领导那味儿了。对，他就非常抱歉，开始在那里说，哎，不好意思啊，耽误你的时间了，下次不会这样了，巴拉巴拉。然后我那个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想逗一逗他。我说，哎，刚才我是骗你的，其实是能开出来的。你知道这个时候，行热小慧，这时候 AI 它没有再去确认我说的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他先肯定了他自己，他说，哎，我就说刚才的办法是有用的嘛，很自信的样子，就坡下驴的感觉啊。对。然后我马上就回复他说，其实刚才我也是骗你的，根本就开不出来。然后他一下我感觉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我这个很反复无常的人了，然后用一些标准的那种 AI 道歉，但我为了结束这个话，也为了让他进步吧，
我说了一句我老板经常说的话，我说嗯你不是没有这能力，你只是没有这态度，你下次不能这样了。有点 PUA 的味道了啊。对，学到了。但是我发现他下次记不住，因为这是我前一天跟他聊的内容，第二天我又问他这个事儿，他完全忘了我前一天跟他聊啥了，白生气了。对，因为你要记更多的东西，你需要更长的上下文或者更长的这种 context，更长的 context 它会需要你更多的 token，也就是说更费钱。就更费钱啊。对他偷摸降本没增效，偷摸降本了。哎，那卫星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前段时间刚装了一个 AI。因为你刚装上 AI，你也是想有礼貌一点，你不能上来就让人干活儿。我就跟他说你好，然后我就等了3分钟，他不知道在思考什么，然后才回了我一个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我真不知道这3分钟干嘛了。这个也是现在大模型被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容易把一些问题给复杂化。假设你问我一个你好，对吧？正常人我很快给你一个反馈，但大模型的话，它有自己的一套思维逻辑，它得先想一下，哎，小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他的这个问的这个东西可能意图是什么？想完你之后，他得想自己，我这个大模型我的定义是什么？我有什么工具可以调用？他把所有东西搜索一遍，然后把这东西喂到他的输入里面，最后输出2个字：你好。内信息很丰富，很哲学。对，所以他就想的太多嘛。如果你全部按这种流程去走，太慢了，特别消耗 token，而且呢也不智能，坦白说也没有那么个性化，体验也不太好，体验也不好。所以其实我觉得，AI 还是特别需要去调教的。对，像这个小慧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知识库不准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说那个几个雷达那个事儿嘛，其实我们之前也有碰到过，就是我们想让 AI 去写数码测评，然后完事儿以后，机型数据全是错的，就跟你吐槽的一模一样。然后我们会想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用最近比较火的这个龙虾嘛。据我所知，好像卫星也在养龙虾，对，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养龙虾的这个？我确实养了一个龙虾，而且我那个龙虾的名字也很特别，它的名字叫地球我是给地球喂数据。地球围着卫星转，以人为中心，也挺形象的哈。那我比较好奇，像你们 AI 从业者一般养龙虾是干嘛呢？我养龙虾可能更多的是从我自己的工作出发大概有2类我用的比较多第一类呢，跟刚才小慧你的比较类似，可能是跟文字编辑、文字整理相关的，包括我们要去写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月报汇报会议纪要你也要写月报对，职场没法避免这个这是第一块，我觉得还是对我帮助蛮大的。第2块呢，它会跟一些这种产品设计，因为本身产品经理嘛，跟一些产品设计和方案相关的，那我会让他给我出一个比较基本的符合行业认知的这样一个产品设计方案，然后我在基础上再做2次创作这一块它确实能够带来一些助力。但是在我用龙虾的过程中，我确实也发现有一些工作它是没法替代的因为我们会管理整个中国这种 AI 的产品需求到我们这边但是我怎么去判断哪些需求是高价值的真需求，是高优的真需求，哪些价值对客户意义很大，哪些需求对我们高通长远的目标很有价值，这个东西目前龙虾是没法替我去做的。需求的这个重要性它还是对，它只能做一些这种一些这种事务性的工作。对，其实我感觉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就是自从这个 Open Cloud 开始火了之后，有些人会觉得说，有了 Open Cloud 这自媒体就特别好做了。但实际上，我觉得AI 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去替代这个在场的这些包括屏幕前的各种这个优秀的人才的天赋的。他们更多还是去做一些信息的整合，他没有办法写出人味的这种内容，哪怕加一些梗，也会有一些尴尬。对，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让他写梗、写段子，或者说让他刚才判断什么样的这个客户的需求是真正重要的，包括就我们做内容其实也一样，它有这个判断力的过程，我觉得是它现在还很难去替代的。但我觉得就信息整理这块确实是就最近1年吧，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因为我平时也会用。刚才2位其实有分享到在生活工作当中，我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钱的事儿。没有，就是因为我养虾也花了不少钱嘛，我说这钱是怎么花的，来分享一下这个成本方面的问题。我用这个龙虾，其实一般就是让它有点像让它当个实习生去用，帮我整理一些，比如说选题的方向或者是我要查一些资料的时候，让他帮着做一些信息资料的整理这块我其实觉得就简单问他一些，比如说你帮我整理一下今天比较火的财经的话题然后大概给我说一说是怎么回事哪块是可能观众会比较感兴趣的点，这种
其实你跟一个 chatbot 聊天也能做到，这种相对就便宜一点，可能做一次几毛钱，然后一两块钱，就是一个非常能承受的。但我发现你如果让他去读 PDF，就非常贵。就有一次我让他整理那个公司信息的财报，就是把公司的财报里的一些数据，我想让他给我填到 Excel 的表格里。一份可能十几页、20页，对，其实就是让他把数据填到表格里，因为这个是我们平时做分析的时候也很常用的一个动作。但他读那么几份，给他喂个4份、8份，大概就要花个几十块钱。那很贵。但可能对吧？不地。就是找个实习生，对，就是其实对我想说，就是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就是如果你不是拿这个龙虾去赚钱的话，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讲也对吧，不便宜。不便宜，对对对，确实不便宜。对，而且还有一点是，就我在查数据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会用这个龙虾去爬数据所以很多数据网站，对它就会有反爬的机制但也不是说这个数据你就拿不到了哈怎么办呢？你可以买它的那个 API，对，收费的一个，没错，对你这个接口花钱之后，它就可以用了。但这个其实就是得花钱，没错，对，这个也不便宜，可能一个网站1个月几十刀那你要好几个网站，这个成本慢慢也就上来了。对对对，这是就是我想说这个关于花钱的事儿。然后还有一块儿，我自己有一点这个 concern 吧，就是关于隐私，因为现在这个龙虾，你要么是在本地端，要么在云端本地的话，我有点担心它动我的东西；云端你就更怕，因为我什么东西都得传给它，这里边有我的一些文件然后比如说图片、照片、信息都传上去，整个这个数据隐私这块，我觉得对于未来 agent 的发展也是一个必须得解决的问题。对，那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卫星，就是现阶段去攻克这些难题，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给我们讲讲。我其实特别理解小林老师刚才说的这种崩溃感，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普遍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用 agent 的时候，我也碰到这种问题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大模型 agent 这个行业发展早期绕不开的一个3座大山，因为你这次 agent 的底层是大模型嘛。其中第一点就是大模型它有时候会没有一些事实判断力刚才张口就来，小辉老师也讲到，就张口就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类似于咱们说的这种幻觉。第二呢就是关于大模型的记忆能力，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因为各种原因也好，它的记忆会对它做一个很短的一个上下文，那很短的上下文呢，它就导致它的记忆是非常有限的。那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你前几天给他说的话，他忘掉了，他忘掉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小林老师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的这种 agent 的服务，它更多的是过度依赖于云端，那就是一个安全隐私问题。第二呢，你上行下行特别的慢。第三个呢，就是你特别好偷梗，特别好费钱。对对对，是。那我就又想刁难一下卫星了。那是骁龙针对这3个大山有没有相关的布局或者说是策略可以来透露给我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应对？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这个核心解法就是新卡对对对，这确实是因为我们高通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产品形态，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跨越终端、边缘和云的这样一个分布式智能系统。那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不管是你在哪个位置上的这样一个骁龙的设备，终端也好，云边数据中心也好，东川的终端的手机也好，那些 PC 也好，传感器也好，对对，所有的这些设备带有骁龙的这个芯片，它都能够独立的完成我们整个 AI 的这个推理过程，同时呢，这些设备它之间是互联互通的，也就意味着你在每个数据、每个终端上，你个人相关的东西，它都能够去互相学习你的使用习惯，不用你自己去反复调教，同时也可以节省大量的脱困成本，省钱。对那另外之外，我这个架构还可以当一个调度员的这样一个角色，它可以自动去调度，把你的一些简单一些任务我去终端，稍微复杂一点的任务交给云端，让你所有的设备能够无缝连接，真正打造一个用户为中心的这样一个 AI 生态。像卫星刚刚说的一样就是 AI 住进我们身边的每一台这个设备里面。那么以人为中心的这种 AI 体验，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跟我们现场或者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你想要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 AI 的使用场景是什么？要不？我先来，要不？因为我想了一下，可能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吧。因为现在大家养好多龙虾，每个龙虾可能要负责某一些具体的工作。我希望有一个
虾或者是 agent，它是个总包。哦，总包它是个虾对虾总包，对对对，它能管 agent 对理 agent 其他所有的功能。就对比如说嗯我要去看演唱会，然后它能从我请假这一步开始，就能帮我对解决一些点到点。对对对，他先帮我请假，然后再帮我抢票，然后再帮我订一些酒店，然后再看一下我跟哪些朋友是看同一天的演唱会，然后约他们一起吃个饭，订个好一点的那个餐厅，然后在演唱会现场可能会有其他的设备都能同时提醒我要拍照了，怎么拍照比较好看就这一整套下来全部都打包好。小慧的这个想象还是很生动的，我觉得，就是你需要一个完美的总管家的感觉。对对对刚刚其实魏星也提了，就是可能是大虾管小虾来实现你这个瞎管。虾管家。对，哎，确实。那么小林呢？对，我觉得小慧那个我肯定也想要，但是就现在整个这个技术产品发展，我可能很难指望它一口气儿就这些东西全会了，所以我对它比较就是阶段性哈，近期我觉得能实现的，就是我希望它可以提高它的主动性。主动性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现在我们不管是让 agent 做事情，还是当然 agent 它有的时候可以自己 run 对，包括跟 chatbot 说话，都是我让他干嘛，他才能干嘛。需要你去主动跟他。对，需要我老去调用它但我希望下个阶段它主动性，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比如我今天跟同事当面聊天，我们说这个稿子怎么改然后我可能在微信上跟客户对了怎么改然后可能电话又跟谁说了什么，但这些智能设备其实理论上都可以把这些信息全都汇总在一起，对，它就知道说 OK 小林要改这个东西，那你就去改了就好了，就不用等到我坐在他就替你把这事儿干了。没错，这肯定是最希望的，就不用等到我坐到电脑前打开，然后想着说我跟谁说了什么，然后再去敲这个东西。跨应用的一些场景还有。没错，对，这个主动性是我最希望的。也是我领导一直对我的要求，没有这个工作有主动一点。领导对你的期待是吧？其实刚刚小林在讲的时候就是有点发散到我，就是我还多想了一步，就你晚上坐到电脑前面的时候，他已经把一版修改版的稿子，通过跨应用的了解你这些修改需求以后，也整理一版，然后直接就是摆在你面前，是你之前的原版，还有修改版，你就看一眼，我觉得这个原版好，这个助理太好了，修改版好，然后直接就我就把这个我觉得好的直接发给甲方，这个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其实这是一个很贴心的使用场景吧，我觉得，对，就是它能够主动去判断我们的需求，然后，那据我所知的话，其实这些东西应该是，快要实现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还差临门一脚。对，然后刚才也启发到我一点，就是我希望，比如说我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有个想法，我在想灵感来了，对，能不能写进段子里？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什么设备能帮你记录，你只能停下车来，然后打开手机给它记一下，然后哪天写的时候再给它找出来。我就希望我骑车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有谁能帮我把它记下来。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实时在线，然后 proactive 主动的 AI 服务。对，我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实际上就是小慧这个提到这个功能其实已经实现了。我正好呢，因为我们也平时玩一些硬件，我正好在来的路上呢，拿2个硬件，一个眼镜，一个手机，然后我拍2个视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目前已经有的这种解决方案。首先就是眼镜，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平时眼镜你戴，主要是针对你刚刚那个场景。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眼镜戴在头上，你的手就不需要离开挡把，然后你直接把它叫起来了以后跟他说我要开始说东西了，你给我记住，对吧？你好凶啊！是不是？老板。然后就开始，对，然后就开始，然后完事儿以后的话，我这个一会儿的视频主要是展示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在眼镜上面接入了我本地这个公司的这个龙虾，然后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使用场景，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 demo。眼镜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要想体验一下也是可以的。它现在就是那些绿色字，就是眼镜上会有的，是吗？对，你戴上去了以后，它就会浮现在你的面前。然后它是连了本地的电脑。对，就相当于原来我拿手机调用电脑，我现在可以拿眼镜调用电脑。对，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眼镜它是一个解决方式。能有字幕，有字幕，对不对？唤起 AI 助手。其实眼镜的话，它原先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只能通过声音，现在有屏幕了以后，其实展示信息的密度就会更高了嘛。对，然后我这边展示，比如说就是有给你帮你发一篇笔记，在社交平台发一篇笔记，然后调用你本地知识库的信息，帮你去，比如说你时想要去跟他获取一些你忘了我之前写过一篇评测之类的，都可以直接调用这也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场景吧。就现在已经打通了。是的，还挺有意思的啊。对，然后我补充一下还可以，比如说你在本地知识库里面，比如有一个你让他发笔记嘛，对不对？你甚至可以准备好图片给他。
然后让它用这个图片帮我发笔记。就他去那个 folder 里面把图片插到你的对对对，这个他能够理解，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场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哎，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日常交互可能是最频繁的一个手机设备了，就是手机。然后这2年其实 agent 手机这个概念也比较火嘛。对。然后这个手机我给大家演示的，其实核心逻辑是它能够像人一样。模拟人去这个进行操作，比如说你只需要跟他说，哎，我干啥干啥干啥，你帮我干啥，然后他理解一下，然后他就帮你全自动在屏幕上面去这个操作完。我们可以先看 demo， 然后我这2台手机也可以给你们体验一下。来，小慧台，帮我点一杯瑞士咖啡，很美式。卫星对这个肯定已经很熟悉了。正在打开美团调出来是吧？对。然后你看，我现在在展示的第一个就是点咖啡的场景，它需要你去判断，比如说你是要少冰啊、多冰啊，你要点的是什么款式的咖啡啊，哪一家店啊，对不对？这些都是需要他去判断的。然后再比如说，哎，这个是电影票，其实电影票跟前面的有一点类似，但是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我要中间一点的位置，他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他要知道哦，这是一个电影院的这个座位布局图，然后哪儿是比较靠中间，这个是可能 AI 需要去判断的事情。它全是自己完成的，不需要你接对，管。你看我的手指是没有去触碰屏幕的，然后直接到，哎，但是它后面，哎，我知道小慧提了一个非常可能是广大这个观众都会有这样的顾虑，到了支付程序的时候，它一定会让你确认，对，它不会默默的把钱就从你的钱包里面划走了，这个是不会的。然后后面这个其实相当于是一个这个订机票，也跟前面的场景比较类似，但是都是比较实用，大家应该平时可能会比较高频的一些操作。哎，它可以选哪个时间段？对对对，是这样的。它自己会比价吗？哎，你可以跟你他发出，对，你可以发出这样的指令和意图，可以。打开小某书。其实现在怎么说呢？这个 AI 它大家路子也不一样，有些手机它可能会跟你说，哎，这个我发现有几个不同的价格，它会来问你，或者有些手机它就默认，我主人肯定想要便宜的，我给你来个便宜的啊，对，不同的策略。然后这个场景呢，我觉得会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它是能够一句话，然后你就把某一个社交平台的这个视频分享给另一个 app 里面，比如说你的 VT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跨 APP 的朋友，这个场景就是跨 APP 跨应用的一个场景，软件上的一个，打开这个也小某书比较有意思，关注比较典型差评君。这个我们比较关心，关注社交媒体账号。啊，把让他关注一把下小慧说关注一下，可以。好，那么其实给大家展示完了以后啊，也可以你们我试一下，你看我这个，我刚刚给这个调出来了。哦，你是可以直接可以跟他对话。我试一下，点这个麦克风，点一下麦克风跟他说话就可以了。帮我订一张明天早上，北京去上海的最早的一班机票。哦，在思考。正在思考。理解下你的意图。哎，他把携程打开了，我给镜头哪个机位能看一下？给个特写看一下。能看见我的手机吗？哎，对，小林保持一会儿。哦，你看他还他的手指没去碰啊。对他有，哎，你看自己在切换啊，你能看见我的屏幕是吧？对。他知道去找5月24号的。哎，对，所以说他要理解你的语义嘛。我感觉卫星好像刚刚想说啥。可以。对，其实你刚才的那个指令可以下得更模糊一点。比如说，你就帮我买明天我回家的机票，对吧？但如果是一个好的一个智能体，它如果可以接刚才主持人说的那种本地知识库，它会去理解你的偏好，它知道你家在上海，它知道你习惯什么时候走，而且知道你就喜欢偏好人就喜欢走这个最早的航班，对吧？确实。哦，那这样就。真的很方便很多，是很方便。对，所以说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可能 agent 手机未来的想象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们这2台手机的话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然后我个人觉得 AI 时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做数码评测嘛，硬件评测嘛，所以我觉得在 AI 时代的话，就硬件还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的。所以说句有私心的话啊，就是我的饭碗可能暂时还不会丢。就是你像手机啊、眼镜啊，他们除了能帮你去记一些事情，对吧？然后你还可以去接小龙虾，本地知识库、资料库的管理，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但是真的就是当你用上了以后，就是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它非常的便利、非常方便，对。
对，刚才其实那个眼镜，我就想到，比如我在外边跟别人聊天开会，临时有个什么信息忘了，哎，我就跟他一说，他就去电脑里自己找，找完再给到我。对，我觉得这个就很方便。但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开始不知道那个眼镜也能不龙虾去调这个电脑里的东西。对，但就是现在，因为每个设备它都有 agent 的功能，我其实很想知道，就是这些 agent 之间能够打通，离这个能实现还有多远？这个我可以，我可以简单 comment 一下。就首先在技术上面啊，这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难题，这不是个技术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生态问题。你可能想要说，我用品牌 A 的眼镜去连我品牌 B 的手机，不同的品牌很高的权限，因为更多的是大家对权限、对隐私、对数据的一个担心。就是技术上其实对，技术上已经甚至包括你已经可以期待，高通已经有类似的解决方案了，多设备互联。对，所以其实是可能有些我们卫星说的这个真的确实是一个大实话。那么卫星如果说有一个假设已经有一个统一的大脑来指挥我身边所有的这些硬件设备，比如说什么手表啊、手机、电脑，就是大家日常使用最频繁的这些。那这个大脑它会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或者说解答一下我这个？那首先它肯定是一个智能体系统，对吧？那支撑这个智能体系统，它的核心就是它在于它里面那个大模型，对吧？大模型。那考虑到我们本身我们的物理世界，它就是个多模态的，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模型它得具备多模态的理解的这样一个能力它得通过这种语音也好、声音也好、文字也好、图像也好能理解这个世界去跟我们的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说。我们戴着一个 AR 眼镜，我们去逛街，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喜欢的一个裙子这个时候这个大脑的它可能就大概就能判断出，好像你比较对它感兴趣，对吧？它就会尝试理解 ，OK， 你原来你跟你的手机去做这种数据的互联，去查询，我本身我之前对类似的东西是否有兴趣？我喜欢去买哪个品牌，在哪些商店去做这个购买。相当于它自动去从你的设备上面去捕捉到这些，主动去获取到这些。这个连你的手机，它同时还可以连你的这些穿戴设备，去理解你现在包括你的身材呀、体重有没有发生变化呀，能够给你找到合适你的这样一个 size 尺寸。比如说你看这个裙子看的时间有点久了，那应该大概率是他觉得你的意图可能是有兴趣。至少是有兴趣，对吧？心率突往上升，那你肯定是喜欢。对。那我有个问题，就刚才说到这个多模态的大模型，你觉得它最后可能会是一个通用的，就是所有设备都用这个大模型，还是设备之间我各用各的？它会是个什么样的形态？如果你是希望把它定义成一个大脑的话，那它肯定就在那个大脑这个不可能很多脑，对吧？那些不同的设备传感器也好，都有它的外设，都有它的触手，手脚眼睛、耳朵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器官的感觉。对。所以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是它就可以帮你完成一切你不需要你掏出手机，对吧？如果你真的下达了购买的这样一个指令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高通骁龙技术加持的这种个人 AI 所带来的一些这种变化，建立一个以用户以你为中心的这样一个 AI 的这样一个生态。确实我觉得卫星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就很具象去买裙子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所有的设备你看起来是简单的买裙子，但是其实所有的设备会串联起来围着你转，然后呈现出来就是一种特别简洁的那种美，就是它自动给你弹了一个需要你确认支付。然后这个还是这个还是需要我们自己人来确认，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怎么说AI 它依然会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在 AI 硬件吧，应该依然会是一个很重要去实现这些场景的一个怎么说载体。没错。那么小林有没有关于什么这种 AI 硬件的发展方面的这种分享 ？AI 硬件，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现在 AI 越来越往硬件上走了。对，因为其实我们平时交互肯定是跟物理世界交互的更多。是的。之前就是在软件，你跟 Chatbot 去聊天儿，没错。现在就是已经到各种各样的硬件设备上了。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看的那两个设备，眼镜手机，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 AI 硬件发展的路径。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一类就是它本身就是个智能设备，比如说消费电子产品已经存在的东西，像手机、电脑、手表、耳机，在这上面去加上 AI 的功能，让它更好用，对，体验更好，巴拉巴拉就那一套。对，然后另一个呢，可能就是本身没有这个东西，
啊，比如说眼镜啊，当然眼镜本身也有了，但它本身不是其实现在眼镜已经眼镜的，对，它不是像智能新产品品类了，它是个算是光学这种物理的东西吧。对，这种就是有了 AI 之后，它能出来一个新的品类。眼镜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各个大厂，不管是大厂还是创业公司。我前2天看到一个数据说，就中国市场现在智能眼镜其实出货已经超过100万台了。就我看到我还觉得挺吃惊，它已经不是那种在极客的状态，就是大家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哎。我来买一个试试，有点这种感觉。因为我玩眼镜也比较早啊，其实我是有很明确的小林说的这种感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只有极客在玩这些东西，然后现在其实随着这种落地的这种应用实用的这种场景越来越多以后，真的是周围越来越多的人都也会跑来问我说，哎，这个能不能买来玩玩试试尝尝？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观察到，就是最近有那种录音笔或者录音卡，对，那个是全新的品类了。录音豆，对，这就是那种新的品类。然后这个其实它虽然场景很垂，我就是会议记录或者什么对话记录，但是这个痛点确确实实存在，而且这个 AI 能非常大的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品类也就出来了。我最近就很种草这个录音卡，是吗？就是好多脱口秀演员跟编剧，你要聊稿子，一聊就可能2、3个小时，时间非常长。然后之前我们就是原先你们是怎么去解决这种场景？要么就是我们聊的人自己边聊边记，那就会打断你的思路；要么就是对，或者会有一个我们叫内容导演的一个同事会帮忙记录一下。对。但是因为信息太多了，他一个人记可能也是有遗漏。那这个东西就很好用，而且它整理出来那个框架非常的好。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有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聊稿子嘛，因为你聊稿子的时候，你说的话正好就是那个口语化的输出。对。但你最后你坐在那儿想，哎，我刚才说什么了？其实你会忘。这时候你去拿这个一看，我当时是这么说，直接那个脚本就出来了。是的，非常好用。而且它不仅就是帮你把文字记录下来，它还会给你展示一个摘要。有一些甚至会说，哎，你这场会议有哪些金句？它会总结金句。比如说，哎，这时候有个报，可能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挑一些报告出来，再打磨，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聊下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所有这些硬件设备，它们都是围着人转。像小林刚刚提到这个，就是包括小慧也是种草的这个录音卡，其实它就是那种，我不是说要接管你的整个生活，对，我就只接管你的会议。这一个场景很垂直，然后为了你这个场景，为了你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去打磨。那么其实我想问一下魏鑫啊，就是说骁龙接下来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手机啊，然后眼镜啊，包括什么录音卡之类的，给你出个难题，就除了这些我们已经知道的，未来还会怎么去卷这些 AI 硬件生态？那个其实这个确实挺卷的 AI， 整个 AI 赛道都很卷。我们除了去卷我们传统的这种厂商 OEM、ODM 之外，我们现在开始卷模组厂商。然后呢，对，提供硬件解决方案的然后我们还会去跟一些大模型公司，甚至包括一些软件算法公司，包括软件解决方案公司一起去紧密合作，去卷整个 AI 的场景 ，AI 的这样一个生态，去积极打造一些咱们刚才聊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AI native 的更多的一个设备，手机也好，眼镜也好，穿戴设备也好，等等等等。其实高中这么去做，我们的核心的思路就在于我们希望 AI 的这样一个这种体验，它得是以人为本，以体验为本。比如说我们不会简单的去追求说我要把一个多大的 size 的模型给它装到这个端侧里面，对吧？那我们会聚焦在一个比较垂类的一些更实用的这样一个模型和应用，把它装到我们手机的包括我们高通骁龙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终端里面让我们每台骁龙赋能的这种终端都能够成为给大家带来帮助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验。其实我听魏鑫这么讲下来，还是蛮有启发的就是我们可能已经离AI 跨设备的这种协同、无缝协同吧，可以说是已经非常接近了。那具体还有多远？那就只能看魏鑫能不能再给我们透露更多的东西了。我们准备了一些灵魂拷问的问题，准备给魏鑫。这个要不就我先抛砖引玉来首先第一个魏鑫都说有这么一个说法 ，AI 的尽头是算力，然后呢，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如果说未来这些 AI 模型都要在后台时刻的保持这个运行的状态的话，那会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会手机用的很频繁，对不对？对。然后你一天下来可能无数次的要用，如果说有它在后面跑了超费电，我的手机2个小时就没电了，然后它还发热。对不对？这样的话，很实际的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嘛。然后还有包括使用成本可能也会高的离谱会影响我们去干一些正常的事情。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发生？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在 AI 之前啊，就关于电荒、关于电池的使用焦虑，在 AI 之前就是个痛点。以前大家从新闻上其实可以看到，关于一些这种视频录像啊，我要录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手机就发烫，包括打游戏打半个小时各种掉帧，对，这其实也是已经个痛点，存在了，它已经存在了，对吧？因为你现在大家用手机做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每件事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就意味着我手机里面各种算力你要用的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高，就导致我的发热量非常大。但反过来说，那 AI 的出现把这个事情给它加剧了。因为你要叠加一个 AI 的功能，AI 用大模型，它更复杂，对吧？但反过来说，这又是我们高通骁龙的一个优势所在，因为我们在这个低功耗、高性能这个领域，我们做了有非常多的一个技术积累。我们的所有的硬件尤其在嵌入式这边，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功耗、高性能对，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在好多年前我们在手机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个会大家用手机去播 MP3，对吧？那在那之前，大家用来做 MP3 基本上都用通用的硬件来做解码比如说这种CPU， 对吧？那这个时候CPU 很强，但是如果做这种专门的一件事解码播放音乐这件事的话，它是非常耗电的。那我们高通就专门针对这种MP3 音频解码。对呀，我就出了一个专用的加速芯片来解决这种高功耗的一个问题可以让我们的手机厂商可以长时间的去播放 MP3 延长就这样一个音乐手机的功能就风靡一时带动了这样一个一个功能。那确实我们如今看到这个关于功耗这个挑战，它确实也蔓延到了这个数据中心，蔓延到了这个云端也面临一种能耗暴涨的这种感觉吧。对，是。其实我觉得卫星刚刚举的这个音频解码的例子很经典不知道大家脑子里面有没有一些画面？后面那个 MP4也是类似的情况，MP4就是视频嘛，对，原先是音频，然后现在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将这种低功耗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带入到这种云端，带入到数据中心。我们除了这种低功耗这种之外，我们还在内层层面，包括这种 CPU、NPU 这种硬件架构层面，包括 AI 的推理框架层面，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去全面提升我们芯片运行的这样一个能效比。我觉得卫星老师讲的很凯西，你就是往他的这个专业领域往这点上问，不属于拷问，确实不算是刁难。对，现在也觉得刚才讲的非常专业。我有一个可能有点观众视角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讲有这个云端、端侧、边缘侧这些各种各样的概念，但是我作为一个用户，我不关心你这个东西是跑在哪儿的，对吧？你只要好用就行。能不能帮我们就是再通俗易懂的再解释一下，就是一般什么样的任务是在云端，什么样的任务，比如说是跑在本地，对他们之间对我一个用户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其实小丽说的特别好，我觉得科技其实就应该让用户更加的无感，你不应该天天琢磨着怎么去用它，什么时候去用它。你让它主动给你提供服务，对吧？那至于回到你说的第二个问题 ，agent 它智能体哪些跑端，哪些跑云，对吧？那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应该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干他擅长的事情比如说我端侧我可以处理一些跟隐私相关的、跟实时性相关的，包括跟个人这种比如说我就在我手机端侧生产的那些数据，对吧？那这些数据我可能不一定在生产数据产生的地方我去做推理的话是非常。可以得到非常快的一个响应这是一块。第二块，全程数据没有出端嘛，对吧？第二块呢，你也可以做一些这种跟你个性化非常相关的一些事情，因为个性化的东西很多时候在云上并没有。与此相反，我在云端可以去啃一些更难的一些骨头处理一些更复杂的一些这样一个任务。所以真正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让整个这个 AI它是围着你转，而不是你去围绕 AI 转。你想怎么去用 AI，你不去想，对吧？是我听下来获益良多其实就是专事专办，然后效率它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团队。总结一下，个人 AI 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一个低延迟，刚刚卫星其实反复强调了，比如说跑在本地端侧的这种模型，就是为了让你感觉随时都有很快的这种响应，对吧？然后呢，它优化好的，然后跑在本地也不会太费电，同时还能保证隐私性卫星觉得我这样的总结 OK 吗？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非常到位，非常到位。不过我可以再加一个词，叫做高度的个性化。通过我们去介绍这个系统，对，可以给 AI 的体验带来这种千人千面、这样高度个性化的这样一个体验。个性化就是，比如说他知道我家在哪，你家在上海，就刚刚我们提的是，对，我可以用更自然的语言跟他提需求，更简单，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了，更懂你怎么说呢？更了解你的需求吧。好，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发散一下自己的思维，就是我提出一个想象你觉得未来几年 AI 可以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生活？要不小辉？
还是先来小慧先来。小慧先来。我刚想到一个有点飞的，因为点飞刚才卫星提到那个要无感，所以我想象中可能以后不需要我带非常多的智能设备，又是什么眼镜啊、手表啊，什么乱七八糟，感有觉点累赘，你觉得会？对对，而且也经常会忘带，就不方便了。所以嗯我更希望是整个这世界它会变得更智能一点。就我之前看过一个科幻小说，大概就是说每个人走在路上看到同一个屏幕，但是他看到上面内容是不一样的，都是这种定制化的广告类似这种。对对对，个性化的对对对，广告我就期待就是整个世界理解我，或者我更具体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开一个有那个智能座舱的车，你还是要唤醒一个助手，然后告诉他你要干嘛，你要去哪，然后他再来执行。你要给他下指令。对对对，然后我更期待的就是我从上车之前他就知道我这一趟要去什么地方，然后上车之后他就自动驾驶自己就去了。而且到时候应该每台车有自动驾驶是跟你个人风格是强相关的，对吧？万一跟其他的车有一些什么摩擦什么的，它能自己出去跟其他的车吵架，不需要我来处理，对。这样就感觉整个世界就更聪明一点。我觉得小慧说的还是很生动的啊。我非常希望你能够在你未来的这个段子里面去展开，把你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展开这种想象，给我们。讲一些这新的段子。先给我的工作上点压力。我也很期待，我也很期待。那小林呢？我觉得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想象的东西，我稍微把它拉回来一点儿，就是我们说点实际的，就是 AI 到底会怎么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包括就是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机会。因为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刚才其实卫星总也提到了，对，就是现在很大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已经不再是我们之前说的芯片、大模型。现在已经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我们看这些大厂其实已经开始去建发电厂了，你真的很难想象。比如说它带火了内存、能源，就它已经不再是基建的感觉。没错，对，它不再是围绕着这个芯片或者模型本身，而是会往上下游去延伸。那围绕着这个，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可能在中间能做些什么呢？就比如说，如果你是我们之前说这个 AI 可能有5层蛋糕不知道你们有底下是能源层，然后上面有芯片，然后上面是基础设施，就是数据中心然后再往上有模型、有应用，这个其实就是它上下游可能会延伸到的一些领域。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如果你是这些相关专业的，那我们可能就在这些行业里去找一些机会。但如果对于大多数人，那可能在最上面应用层是更一个百花齐放的场景，比如说。我举现在非常常见的例子哈，比如说机器人、具身智能，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人形机器人，你可能觉得它还不一定能做那么多事情，不一定能进到你家里，但其实类似的就是机器人的这个场景，扫地机器人更垂的一种，对吧？我伸个胳膊去抓个袜子这些相关的产品都是有的，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其实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些更垂类的智能体。就是说这个对软件层面，其实一个非常明显就是你看大模型出来之后 ，SaaS 公司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确实，对吧？对，之前可能是写一个 SaaS 写一个系统出去卖，现在你什么 Cloud Code、Codex， 大就所有人都在 Web Coding 的感觉，没错，可能不太需要这些东西了。对，所以就是这种，尤其是刚才也说，今年是这个智能体落地应用，它在各行各业，什么金融、法律、制造、医疗、教育。这些领域围绕着这个的这种改造的机会，其实是我觉得可以普惠到更多人的，也会产生更多的需求。所以对于我们再回到可能个人来讲，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更被需要？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得知道AI 能干什么，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这个就是知道那个模型具体是怎么让那个矩阵怎么成，但是可能我知道它能干嘛，能怎么用。对，第二就是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我知道一些 know how， 就有点像产品经理的角色。我这两个一叠加，这种一个复合型的，我觉得之后应该是会产生比较大的缺口。我觉得小林的分享非常有干货，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它可以给大家去减少一些这种所谓的 AI 焦虑。其实我总结一下小林的话，就是说，只要你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你是一直在深耕的，你有自己的这个术业有专攻的这个竞争力。另一方面，你再去拥抱 AI， 然后去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了解怎么去用它，你的综合竞争力只会升，不会降。没错，对，不升反降。好，那然后我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开个脑洞吧。手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未来会变成一个随身携带的算力盒子，
就是你现在能看到的所有就主机，它只有对，它就是只有芯片，然后只有电池，然后它可以保留这个通信的这个功能。完事儿以后啊，这个它就是本体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啊，所有的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被砍掉的屏幕。然后摄像头、麦克风，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分布到了你身边的这些个手表啊、眼镜啊、耳机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可穿戴设备里面去吧。所以说，比如说我再举个具体一点的例子啊，比如说你这个手表它可以捕捉到你的心率，相当于你的未来手机就已经知道你的心率了，对不对？然后你想跟你的手机说点啥，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眼镜然后包括什么心率、血氧等等各方面，你跟你个人健康相关的数据啦，包括你比如说生活、工作相关的各种数据，它已经都可以去通过其他的设备捕捉到，然后给你这个算力盒子去让它去算，然后去处理甚至去帮你生成一些比如说这个解决方案啊之类的。所以综合来说啊，我这个收束一下，就是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会再是单个设备打天下这么一个状态，就是现在可能大家用的最多的可能还是手机、电脑。但未来的话，可能是一整套这个设备，然后围绕着你个人众多的设备来构成一个算是完整的 AI 软硬件生态吧。这是我比较大胆的一个设想吧。你的这个观点我特别赞同，我也特别期待因为这也是我们高通和骁龙的这样一个愿景我们正在推动 AI 以 APP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对，我们的 CEO 阿蒙之前也提过在2年前就提出过 AI is the new UI 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希望通过智能体去构建真正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态。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作为打工人一般可能都会这种感觉忙完一天之后你回家对吧？其实是高强度的工作让你其实很疲惫。那一个懂你的 agent 呢，他这个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可以给你播放一些舒缓一些的音乐，帮你打开座椅的这种按摩，对吧？让你从那个一天的高下给它缓和一下。然后呢，他又同时通过这种互联技术，它可以跟你的家里的这种物联网设备给它 connect 上，它可以读取里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读取你冰箱里的一些信息，知道你有什么新鲜的食材同时呢，又通过你身边的一些这种穿戴设备，了解你的健康状况，了解你的健康状况，然后你现在此时的身体状况、各种指数，对吧？它做一些这种健康饮食的这样一个推荐。那整个过程中，它其实没有你没有说任何话，对吧？这个无需多言，对，它无需多言。智能体它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需要什么。我智能体，我怎么去帮你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堆砌，这是因为 AI 第一次它分布在了你周围的环境，你周围所有的一个身边，它了解你，它知道怎么去服务你，而且它是主动的，时刻在线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公司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个人 AI、personal AI 加那个 everything of you 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一个专门懂你的一个专属大脑，一个无处不在的这样一个。AI 的一个生态这就是我们高通在智能时代的一个核心的布局我前面也提到，高通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我们是能够跨越整个计算体连续体，为端、边、云各类设备提供 AI 能力和能效优化的这样一个企业这在行业内是非常少见的我们的最终目标当然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希望 AI 始终能够以用户为中心。能够融入到大家的生活，为你个人所想，为你所用。我觉得卫星说的没错也怎么说呢？点题了吧？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智能体时代 AI 它是围着你去转的。就是过去的2-3年，我们应该是深有体会，就是说普通人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时间去。怎么说追逐 AI，然后去，但是呢，大家又会有这种所谓的错失焦虑吧，就是你担心跟不上时代嘛。但今天我们这样直播，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 AI 它一直在变一天一个样，但其实 AI 工具它也在变，所有的这些厂商它都会，就是它比你还着急。他比你还着急，他会想说，我怎么样让 AI 来主动追你，让它主动去适应你。其实今天卫星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嘛。所以咱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咱们需要做的就是等着它来就好了。是不是？你还得学会去用它。你如果不会用它，你会很焦虑。那是，肯定还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的。对。好，那说了这么多最后我觉得咱们可以每人也是来一句话，然后作为今天这场直播的一个收尾，要不？
还是我先来吧。我是很期待 AI 统治我的工作，但是请千万不要统治我的工资。啊，工作他全干，但是工资生活我享受。生活你享受，工资你全收，对是吧？哎，那小林呢？因为刚才我们说到 AI 的焦虑嘛，我觉得与其我们去想说啊 AI 会不会抢了我的饭碗，我们不如去想一想，哎，我怎么样用 AI 换一个更大的饭碗？哎，很切实的一个题啊，记住了。哎，那卫星呢？作为一个 AI 的从业者啊，我们在做的事情啊，不是让 AI 做大，而是把 AI 做近。我感觉升华了。升华了。我在卫星基础上面补充2句啊，好的 AI 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事实上它无处不在。好，那么今天这场升华再升华一下，给我们自己鼓一下掌。那么今天这场这个骁龙特别播客呢，到这儿就正式结束了。但是注意啦，骁龙的 AI 故事呢才刚刚开始啊，稍后呢还有更多5周年的精彩直播相关的内容，还请大家持续保持关注。那么我们跟大家拜拜啦，拜拜拜拜。